现了啊！哇哦！接下来请二位呢一起来抽取你们的出场顺序。现在已经决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希望自己的出场顺序是？包裹的感觉，只要是不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都可以。好的，开喽，开呀！开呀！51。哇！天哪，奇迹出谢现了！谢东阳光，让我们有包裹的感觉。哇，这个数字真的是，就是我每次来天赐，我都希望第一个唱。哎呦，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的，但是阿哲老师就希望。没有，因为真的第一个唱完了就没有压力，就可以好好的欣赏其他的。哎，那一起来看吧，到底抽到的是如你所愿，还是另有结果？1号，你们自己看，自己面对结果。2。哎，我们可以先知道他们抽到几跟几吗？等你们抽完以后，我告诉你们他们抽了几。哈，可以让我知道其他人顺序吗？这必须得说。好，我好了，我已经被打败了，可以。你们想抽到几？我们其实2、3、4都2、3、4吧。哇，天哪，对不起，都被抽走了现在只剩一个4了，2、3没已经没有了。哈，运气怎么那么好呀？没事，4。吹6。4号。如我所愿。可以的。天赐的声音第7季采用逐轮对决、胜者首擂的车轮战模式。前一组演唱结束后，下一组登场发起挑战，由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议，选出本轮待定金曲。之后每一组登台都将挑战上一轮的待定金曲，直至决出最终的推荐金曲。天赐将瑰宝滋养月新生，粽叶飘香迎端午，虫草滋补又安宁。欢迎收看由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的《天赐的声音》第7季。今晚佳节遇天籁，先生寄安康。大家好，我是陈焕，向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聚光灯下的每一次完美的演绎，从来都不是临场的偶然发挥。想要长久保持绝佳状态，离不开专业又靠谱的日常滋补陪伴。东阳光鲜虫草是我们节目的老搭子了，好好养状态也是认真对待舞台的一种方式。舞台开工从不是先开麦，而是先开盖再开嗓。以温和滋养蓄力，用健康状态发声。东阳光鲜虫草带来仪式感满满的开工第一口鲜，开鲜吃鲜开唱。这一套下来，状态才算真正到位。熟悉的鲜爽，吃得到的品质感，确实是好虫草。采用智能生态保鲜技术，保留了超3倍的活性营养，打破传统滋补局限，实现了开盖即食，让珍惜滋补走入日常，让滋养变得简单便捷。现在上淘宝搜东阳光鲜虫草，买节目同款，轻松享用。马上有请第1组音乐合伙人。孙楠、张信哲。张信哲老师和孙楠老师2个人能在一起合作，其实是华语乐坛的幸事。我们很难真的把这样级别的2个歌手凑到音中的舞台上让。对于这样的殿堂级的前辈来讲，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欣赏他们能给这个舞台留下什么。跟一个这么厉害的唱将合作，不是有韩红、那英这种大 vocal， 你不要说压制他了，跟他能够平起平坐完成一个歌，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听了这么多年哲哥的歌，非常遗憾的就是没有机会合作。这次有机会跟他唱这首歌，等了很多年了。总是希望跟他能够有好的作品出来，不要浪费了一次这么好的合作机会。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你的近况断续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旁，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你的近况断续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哇，南哥气息喊得好好啊！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啊？对哦。我想这一幕合作在整个华语乐坛绝对是绝无仅有，所以此刻我们都是华语乐坛历史的见证者。哇！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把二位前辈比作法拉利。
因为下一句是什么？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这个状态，请问哪里老了？对不对？你看看南哥那个气息，哲哥是不是一张嘴，大家的尖叫声就出来了？而且法拉利在哪儿？他们站住了吗？他们这个合作，那就是在鲜虫草界的东阳光。哇，小唐，哇，我觉得我很荣幸可以在有生之年听到。讲话小心一点，咬小糖。你要说清楚，是你的有生还是我的有生之年？我的有生之年，听到南哥跟哲哥的合作舞台，而且我第一次在天赐的舞台上看到这个升降台，原来它可以升这么高，都怼到灯上了，都已经。殿堂级嘛，殿堂级别，太好听了，我觉得很震撼。然后，哇！我们都知道是2位王者，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亲眼的听到他们亲耳看到，从来没有想过你可以亲耳的听到他们一起合作。其实我是一个感情上面是比较克制跟理性的人，但我不夸张，刚刚我全程都很想哭。今天可以在这里听到这个演出，非常的幸福。谢谢2位老师。哇。我觉得这种合作基本上是出现在梦里的一种合作，因为想都没想过。所以今天这个作品在演唱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排所有的人已经把所谓的乐评人的身份，包括制作人身份全部卸下，我们在安安静静的欣赏，因为这样的合作实在是太稀有了。谢谢2位。我必须得站起来说，表示我的敬意。我很难在同一个舞台见到2种成熟男人的魅力，南哥的自由拍以及哲哥的整洁的演唱，让我看到了洒脱与从容。今天这个舞台，加上还有2位老师继续在为了华语乐坛奋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骄傲。谢谢2位，下一组音乐人要向秀秀旁端发起挑战。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蔡诗芸、陈立农，加油！其实这次可以合唱《雨过后的风景》，我很开心。这是近2年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首歌。雨过后的风景是我14年前写的一首歌，我是在一个煮饭的状态下面才发现这首歌爆红。那时候是一直在带女儿，很想说，这就是可能我接下来的人生了。然后突然之间就接收到很多的 email， 他们来询问这首歌的时候，发现这首歌有点沉积了。我好像出道的时候，你可能只有6岁吧。姐，你是几岁出道的？2005年。2005年，我5岁。5岁，就是我现在女儿的。真的吗？我女儿现在6岁。对。OK。我从来没有唱过这首歌的现场，这是第一次。我从很多年前就没有唱这种抒情歌，所以也有特别去练个声音。然后编曲上面我们也就是做了一些调整，做比较 modern 一点点，现代一点点。他非常的专业，对音乐非常的执着。我看到他对这首歌其实是非常用心的。说实话，我还蛮紧张的，因为从来没有在这种歌唱的节目这样子表现过这种抒情歌，可能它不是在我的舒适圈，但是我会勇敢的去面对。今年的雨
力气，想你的脾气，这远层的距离比你更靠近。关于爱情，我已失去力气，已失去力气。某年某月某个星期几，某时某地，你为我淋雨。关于你的一切还挥之不去，你给的结局不留情，这悲伤的雨不肯停。恨你恨着你，当你带来了分离，叫我怎能不恨于爱你还爱你，当你带走了回忆，我却还学不会云淡风轻。满城的风雨模糊你离开的背影，泪淋湿我的心，淡淡月光后的风景。的城市，世界都静止，思念不见天日，却拼命掩饰，因为舍不得你，爱恨交织。云和阳光不过1公尺，热恋和分手不过一阵子，心动但爱瞬间总不懂何时。你给的结局不留情，这悲伤的雨不肯停。恨你恨着你，当你带来了分离，叫我怎能不淋雨？爱你还爱你，当你带走了回忆，我却还学不会云淡风轻。满城的风雨模糊你离开的背影，泪淋湿我的心，带来雨过后的风景。雨过天晴，雨过后不再想你。雨过天晴。想你想着你，听到网络的声音，我恨自己不争气。为你只为你，常常埋葬了回忆和所有他们与你的消息。泪淋湿我的心，带来雨过后的风景。隔着声大舞台，等待下一季的剧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诗芸。但其实蔡诗芸虽然是我们的新朋友，但是她在这个音乐圈呢，已经非常资深了。从小就学古典音乐，又是周杰伦的师妹。那我想问一下，时隔14年，一首歌再度翻红并且爆火，你的心情是？我觉得是时间啦，就是最后我觉得其实只是一个耐心的等待，好多年了，终于有个作品，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我觉得每首歌其实它都有自己的命运，它有这个价值，不管在任何时间，哪怕可能过了很久，如果它是一首好歌的话，总被人发现，这就是这首歌的命运，我觉得都很正常。好，
阿哲老师是没有的，因为他只要发一张专辑，当年就爆火。哈，我有啊。啊，你也有啊，阿哲老师。对啊，哪一首歌你说出来，我们都如数家珍的。哪首歌？过火啊。过火当年就很火。没有过火，一点都不火啊。当年这张专辑过火，其实是在 B 面的很后面的歌，就是说唱片公司完全没有计划要打这首歌。哦。我整个唱片宣传都结束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唱片公司打电话给我说：“哎，赶快回来补拍 MV。”然后他们又做了一波大的宣传，这样。所以我记得你已经有大家非常熟知的歌曲了哈，哪一些嘛？帮我们回忆一下。好，来一起来，这两个来，现场有，来，哎，哇，这么火啊！这首歌这么火啊！来，5、6、7，走。何妨如一顆星閃過，忘記不紛紛的燈，由一本書解困，逃出心中鬥爭，由一幅畫吸引。遺忘天色的人生，乘一班車飛過，無人騷擾我身，沉迷於一個人。哇！我的天哪，讓你分享個故事，結果當場給我成了一個男團，你們說？原地成團。好，我想問一下亮穎。如果这就是爱情哦，因为当年也是，它完全不在我的主打行列以内。然后发完了之后，大概2个星期，这首歌的数据是整张专辑其他歌加起来还要再多。那让我们感受一下清唱的版本。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哇，好听！哇。我觉得刚刚那首歌，农农可能给我的感觉，他老是会让人觉得暖暖的，因为可能他笑起来样子，每次就会让人觉得挺阳光的，你很难把它放到雨里面，所以他的雨过天晴会让人觉得说快要看到彩虹了。然后，女生的声音呢，她的雨过天晴是曾经经历过，所以她会有更多的让人心疼的部分在里面，所以整个听起来就是会觉得又暖又破碎，放在一起，但它就很美好。谢谢。我觉得这首歌翻红和歌曲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能只是这首歌的部分的和声走向是4、5、6，有点小伤感。契合了现在的短视频平台啊，我觉得只是这首歌它的运气比较好而已。对，然后个人觉得这首歌的词曲本身毫无营养，我个人真的不是很喜欢。对，说实话，就是它可以保留在一个榜上，就是那么多的月，还是歌他自己其实还是有打动一些人的心情，所以他才会有这个数据可以一直就是维持下去。我个人觉得这个歌词就是某年某个星期几，其实就是在抖音上面火的这2句，我其实觉得写的挺好的，而且我觉得还蛮有记忆点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个人就是都有自己的可能就是听音乐的一些感受吧。我觉得就是音乐不是我做了然后就是给每一位这样子。对。这首歌它为什么火？我觉得沁阳是因为它的某几句是一个比较好的歌，它作为视频切片10秒、20秒是没问题的。你们2个人表演的这个舞台，实际上我觉得放大了这首歌所有的缺点。2个人就是把这首歌唱下来了，他并没有让陈立农展现出什么动人的东西。我觉得你唱得很平淡啊，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因为作品不行啊。我很尊重老师的点评，对，但是我觉得说，如果说因为我个人的一个演唱没有让老师喜欢，我觉得也不要把它怪罪到可能歌曲本身上面，借口说因为音乐不好，所以我可以唱得不好。立农，你不要误会，我们来这儿谈论音乐不是要分责任。
从我听到的结果来讲，我觉得这首歌的情感表达是偏平淡的。那这个东西平，那就有可能2个原因：第一，旋律写作平；第二，你唱的平。那如果这个歌就这样了，那你的表达在我看就是不够用力，没有让我觉得任何有新的亮点的东西。我觉得，我帮农农就是补充一句，就是其实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想要在主歌里面特别的用力或什么。其实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交代一个故事，所以所有的旋律其实它都是就是在这个范围的中间。接下来到了我们第1轮待定金曲的公布时刻，有请我们的谢英堂老师现场合议，给出结果。光光也挺会凑热闹的哈，他也是其中一员，要参与讨论啊。光光很喜欢。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孙楠、张信哲袖手旁观。恭喜孙楠，恭喜张信哲袖手旁观。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农农，送给诗云，谢谢2位。科技与音乐的碰撞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今天它又来了。东阳光乐评机器人光子 Lumen S1，也叫光光。光光呢是来自光谷冬至，是由我们东阳光牵头，联合智源机器人、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还有灵出智能成立，华中地区第1家能自研自产自交付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光光有2个特长哈，第一个呢，它有情感计算引擎，能听懂音乐，做专业乐评；第二，它全身31个自由度，集动作、交互、作业于一体，听得懂、说得了、玩得起来。光光啊，参加过机器人运动大赛并得过冠军，所以有光光在，我们要加油。瞬息怎么唉声叹气的？最后一把就是装备拖了后腿，但凡有一套满配神装，这把绝对是能够翻盘的。哎，要是我的账号装备再好一点，就能直接拿下比赛了。我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也想着要不换一个好点的号，但是找号买号太难太麻烦了。你们还在到处找，直接呢上螃蟹账号不就搞定了吗？看这个平台品类特别全，绝版皮肤、稀有道具都能够找到。想要换账号，一键就能下单，而且呢出号的速度比你们抢演唱会门票还要快。那我得上螃蟹试试。做音乐讲究编曲，把控节奏，但玩游戏换账号，记住这句话就够了：交易上螃蟹，出号就是快。看来这局的胜利我拿定了。接下来要向他们发起竞演挑战的第2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掌声有请谭松韵、王铮亮，加油！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干翻他们！欢迎过来老乡，谭松韵，大家松韵妹儿。因为我知道那个松韵是特别的喜欢陈粒嘛，然后这次选了这首歌曲。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而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哎呦，这词写。小半他在跟自己较劲，不应该怎么地，不应该怎么地，最后来了个不算。就一切都，我觉得是他自己在斗争。这首歌曲他写的旋律就是有点天马行空的，音阶的爬行的度数是超出一些我们很舒服的这种阶梯性的一种表达。这是一首其实难度特别大的一首歌曲。我有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我想这首歌咱们就唱你的调。哇！我的嗓音可能是比较偏中高一点，其实是可以跟你合在一起。然后，因为如果我转成蓝调的话，他可能从头到尾要唱和声，对他来说会有很大的转调的考验。当时我跟他分到一组的时候，我就很放心，都听亮哥的。和声的时候，我老是会出错，因为那个和声亮哥写的特别的独特。它有一些小半调的东西，所以我有时候就容易被跑偏。你自己再多找那个和声的感觉，多找一下，没有问题的。
哇，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起他曾经是一个音乐老师，感恩他是个音乐老师。老师，我们再把那一段，我们再走一下吧。时间风干后，时间风干后，你我在无关，风干后你我在无关，要停到上面。他真的是一遍遍陪我唱，一直在练。时间风干后，你我很喜欢。我觉得我来到天赐，我不是要赢，是我不怕输。不敢回看，错过又攀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打战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与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果断，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散。灯火阑珊，我的心结了你的关联，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只应淡，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我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果断，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任由着你躲闪，我追赶你走散，我呼喊，是谁在泛泛而谈？任由着你来了，你笑了，你走了，不看我，与理所当然分担。不明白残存的、没用的、多余的、不必的、破烂也在手紧攥。不明白谁难忍，谁不断，谁孤单，谁极端，无故不知所以然。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
受了，断联了，无可奈何，不耐烦。灯火阑珊，是明是暗，暗自喜欢，低头呢喃。哇！来点欢呼声，送给松韵，送给翁春亮。好听，厉害。那像这首歌，小半其实知名度和传唱度都很高，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亲爱的音乐合伙人，你们用自己的理解和方式，给我们现场清唱一小段小半。我们让黄子先来，好不好？我与台上2位的缘分，那真是非常的深，都是老乡嘛。那你用四川话唱嘛？哦，我真有此意。从容到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淡。从容到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他这个是把那个成都话那个哎的那个很牙尖的那个尾音，简直表现的淋漓尽致。牙尖，哇，好难啊！这，你们那个更听不懂。没有，我这儿今天能有人听懂。你来啊，小唐来。我只有曾舜晞能听懂。来。种种年华，讨厌啊，宠你啊，厌鬼啊，一改改慢慢暗淡，还挺好听啊。纵容你任性啊，随意啊，放肆啊，轻易啊，将所有荒土轻放。不应该太心累，唔大胆，太死棒，唔过对。莫弄宁输无忌惮。不应该捨棄了、死心了、放手了、對念了，無可奈何唔耐煩。太难了。哇，标准吗？曾舜晞？使尽了全身的力气都能看出来。我们来听听各位音乐合伙人的感受。在间奏过后呢，有一个亮哥比较激昂、比较高音的那个地方，松韵姐突然弱下来。是谁在泛泛而谈？哇，像情侣吵架，然后男生就可能骂他或者是什么，然后女生就落下来委屈，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反正我听起来我觉得特别好，我听得很开心，谢谢你们。谢谢你，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听听建议团各位老师的建议。首先邀请光光。谭松韵作为跨界演唱的演员，她在这首歌里非常聪明地规避了声乐机能上的挑战，最大化了自己音色中的温柔与叙事感。其清澈音色有效中和了原曲的压抑感，恰恰契合了小半歌词里那种小心翼翼、暗自喜欢的情愫。王铮亮人声动态范围极广，高音区稳定度达96%，其标志性的亮式叙事感预计将使主歌段落完播率提升18%。但也需注意，王铮亮近年出圈作品少。要再造大热歌并维持热度还有很大挑战。插出去。好，你给我等着。我今年的出圈的作品都在天赐的声音啊，我跟你说。亮哥，来。其实是有代表作的，虽然不多，但是所有人都能想到那一首歌。刚刚那个坏蛋机器人也讲了嘛。来。我来，提米老师啊，提米老师这样的啊，刚才那句话他说的委婉，我听他的意思是这样的：除了时间都去哪儿了，你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代表作。你是怎么看？你现在除了时间都去哪儿了，没有什么其他代表作的？
首先我觉得其实所有歌手想要有一个代表作，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实际上被大家熟知的话是2014年的春晚嘛，但是其实这首歌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在了我的第2张专辑里面，然后呢，同时也出现在我第3张专辑里面了。所以其实在这4年之间，我一直觉得这是一首好的歌，我想不断的唱给大家听。我觉得对音乐一致要有一种平常的心，要爱心，你不要有特别的功利。我们最早喜欢音乐的时候，是因为音乐能够陪伴我们开心，能够陪伴着我们，治愈着我们。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幸运了，有一首代表作了啊！对。没事的，等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会帮你出个视频，帮你宣传的。谢谢体育老师，谢谢。所以此刻，孙楠老师和阿哲老师袖手旁观。对，这首歌真的像一座高山，但是我们已经发起了挑战，交给我们剑鹰团的各位老师现场合议，给出结果。我觉得袖手旁观呢。中场时刻补一口东阳光鲜虫草，随时随地新鲜滋养。好的声音也需要好的能量支撑。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孙楠、张信哲带来的《袖手旁观》。让我们继续恭喜。好厉害的袖手旁观啊！接下来要继续发起挑战，有请下一组姚小棠、王栎鑫，加油！哎，其实第一场压力还蛮大的，跟你合作有点紧张，我得来根鲜虫草压压惊。好东西，好吃。这首歌是一首 OST， 它这个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就是男主然后穿越到这个女主的世界里面，彼此有相爱了，但是快要在一起的那种，然后就消失了。所以说这首歌表达的是就是女主对男主的想念，还有一种遗憾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遗憾。对，是。我觉得这首歌首先歌名它就已经是2个人了，就像我们俩站在台上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一个人，然后中间想着，哇，一个人就很具象。咋了？咋了？想起啥了？我在定这首歌的时期，我家里人去世了，所以这里面的一个人，我有自私的把这个人想成我的奶奶。这首歌其实我基本上没怎么练过，因为我一听到我就会受不了。对，因为他第一句就是你离开的那一天。现场会更好。可以，每个舞台我都希望可以用尽自己的全力，然后做到自己的最好吧。你离开的那一天，天空有点灰，见不着你最爱的蓝天，少了一个人斗嘴，多谢朋友的安慰，一切
错觉，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已结尾，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我还有太多心愿，太多梦没有实现，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已结尾，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我还有太多心愿，太多梦没有实现，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那些年，那几天，那一夜，都恍如昨天。这些年，这几天，这一夜，你让我失眠。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哇哦，最后这个灯光设计好美啊！很有故事感。终于上天赐了！你看把他兴奋的啊！小唐，你应该看过月仙很多的影视剧吧？当然了。啊，哎呦，特别是那部《最好的我们》。哎呦，可以给我们唱一唱你在《最好的我们》这个影视剧里面的 OST 吗？哦。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谢谢。能不能你自己帮我们来重现一下那部影视剧里面的经典台词？这个有点考验你了哈。火车那段，
当时。准备了哈，3、2、1 ，Action！ 陆星河喜欢耿耿，陆星河喜欢耿耿，陆星河喜欢耿耿。陆星河喜欢耿耿，我在剧里面会经常给他写日记嘛，然后我那会儿写了一段：16岁的耿耿你好，我是16岁的陆星河。但是我今天想说，我花了20年的时间，终于站在了天赐的舞台上。好巧不巧，你也在。哦，世界是一个圆。然后我想说，今天站在唱歌的舞台上的你，真的很美，加油！哇，谢谢。不管是陆星河还是王栎鑫，他永远都是在，就是陪伴你、鼓励你，然后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对，就是感谢当年耿耿不答应你的这个情谊，你今天才能站在这儿唱《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对的，谢谢你的成全。凉凉凉凉，快回来吧。好，我刚才好难受，幸好我的怀中抱着东阳光，我跟你说，还给我最后的一点阳光。回来了。说实话，我之前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我觉得今天这首歌非常有打动性。然后栎鑫在这里面对我来说扮演的角色，就像刚刚他在表演的那一段喊出的那一句，虽然只有2句话，一句话重复2遍。我说实话，我泪点还蛮高的。刚刚他那一嗓子给我喊到这儿了，就是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小唐的声音就是天然的笑中带泪，就是会给人幸福感，并且这个幸福里有一份缺憾。所以有的时候他俩的那一种遗憾感，在他们的音色的这一个偏差里面是饱含了情感的。而且我想说，灯光师吃了这么多年的鸡腿了，还是没有吃够。最后那个画面，当其中一边栎鑫这边的灯光暗掉的时候，哇，那个电影感就扑面而来了。我就觉得这个画面越久越好，每一个人都在等，这个安静的空间特别有打动性。太美了，我觉得这首歌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而且你们俩今天舞台上的表演既细腻又有张力，特别打动。因为栎鑫本来就挺了解、很熟悉了，唱歌就是诉说感特别强。刚刚这首一来，他先开口就有代入感，唱完转调到你那儿就突然安静了以后。小唐，你一开口我眼泪，我那个内线他就被刺激到了，是那一下子我就想哭，然后就真的把我带到了一个遗憾的空间里面。当时我就在思考，我说这个遗憾哦，我说我有遗憾吗？我就在想，我说我有遗憾，并且很多遗憾你是这辈子你都没有办法再去挽回的东西。那么怎么办？就是我说我的办法就是把它转化，我就带着把它转化为一份力量。谢谢，我很感动。我觉得宋轶姐有他说遗憾嘛，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最近家里出了一点问题，然后，对，然后我的奶奶走了，然后，其实我不想提这个事情，因为我不想在这个舞台，就是跟这个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就是
我有想到松韵姐说的遗憾，然后我觉得是一种，你就带着他的爱继续走。对，谢谢姐。哎呦，但是我想说，小唐，其实你的那种情绪不是跟这个歌没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因为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时空的人的想念，而且你就是要在自己的情绪里面，我觉得没有一点问题，我觉得特别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听听建议团给我老师的建议。这首歌应该收着唱，就是小唐的那段，其实唱的非常的心碎，非常的弱。瑞希一进来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声压级和你整个的那个情感的那个坚定程度，啪就顶上去了，给人一激灵。没问题，没问题。OK， 以后注意。我就突然有点惊讶啊！对于我来说，我一直觉得这个胡胡的音色是一个他天生的非常好的一把在舞台上表达他的一个武器，所以我觉得他音色其实是真的是有包裹感、有治愈的。抛开就是说兄弟的这种情谊啊，从舞台上我觉得他的表达非常符合这首歌作为一个男生的情绪的感觉。对我个人来说啊。对，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表达方式。那我觉得月星哥就是这种很直给的，我觉得这是我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也有向他学习。对，我觉得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向皇子学习，做一个温柔的男人，就是以后有些处理方式就是要更加温柔一些。哎，别，不用那么的做一个刚刚好的男人。对，要刚刚好，要刚刚好。在这里要再次感谢王栎鑫、姚小棠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接下来呢，到了我们关键的时刻了，二位。到目前为止，本轮的待定金曲依然是《袖手旁观》。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喝雪碧，做个爽人吧。下面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孙楠、张信哲《袖手旁观》。让我们继续恭喜《袖手旁观》。在这里要再次感谢王栎鑫、姚小棠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谢谢。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张靓颖、曾舜晞，加油！加油！和美五粮液，举杯共此时，干杯！ Hello， 幸会。你好，你好，舜晞。坐吧，不要太客气了。好，没有，因为我非常爱刷小视频，然后刷这小视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有手势舞之类的。讲的是一个情感上面很拉扯的事情，但这首歌呢，又是会推着你快速的走过这一段情绪，不在情绪当中消耗。这首歌给我压力好大的，其实，因为你知道前天我还不知道这个编曲要长什么样子的，昨天才搞完，对吧？我就说天哪，终于下来了，我心都快。因为这首歌要么就是加入一些舞曲，要么就是有一些情景的一些演绎。 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两个人迅速建立一个默契，这个非常大的挑战。我唱不醉是吧？对，不醉不回4个字。不醉不归，不醉咪咪来咪，不醉不归。对。甄姐也是非常耐心的帮我去抠和音。你拉我过来的，一遍的陪我彩排，一切都很踏实。天赐这一段旅程对我来说，应该会是一场很漂亮的冒险。 所有的魅力都赐予我吧，美丽的歌喉也赐给我吧，我准备好迎接了。挑战天赐舞台必须脑体状态全开，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配方全面，脑体双优。下面进入高能竞演时刻。
谁和我举杯不醉不归？举一杯，敬我的无畏，有几载年岁，头也不回。记在谁又能不见不归？祝余岁，痴人年华醉，这一杯为你我生命奉陪。结局是老燕纷飞，或各分南北，我不猜不追，也不曾归。相思被锁在轮回，你的我的情债累累，半世杯，等你说问心有愧。我就当我的爱是醉，是东流水，美梦遥遥欲坠，一去不回。你叫我读懂了那句独留着爱恨的余味，不知进退，又有谁和我举杯不醉不归？举一杯，敬我的无畏，有几载年岁，头也不回。记在谁又能不见不归？祝余岁，痴人年华醉，这一杯为你我舍命奉陪。结局是老燕纷飞，或各分南北，我不猜不追，也不惭愧。相思被锁在轮回，你的我的情债累累，半世杯，等你说问心有愧。我就当我的爱是醉，是东流水，美梦遥遥欲坠，一去不归。你叫我读懂了那独留着爱恨的余味，不知进退，又有谁和我举杯不醉不归？我就当我的爱是醉，是东流水，美梦遥遥欲坠，一去不回。徒留着爱恨的余味，不知进退，又有谁和我举杯？不回。好，我们唱的是极致拉扯，他们俩真是拉扯。他们是暧昧拉扯。每一季都会给我们带来无比的惊喜啊！这一季心里面有什么目标吗？我觉得第一重要的一定是开心，然后就是跟合作的搭档，大家能够放心的上舞台。最后，我觉得观众也要开心。你们开心就好。而且今天的舞台置景也很用心啊，看到了很多故事性，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你这个设计跟这首歌跟你们的这个舞蹈动作的一些关联。你来，我来。咱俩搭子，昨天啊，您来吧。一下子客气起来了，还是就刚刚拉扯的时候忘了。你说。没有，就是我们是两个邻居，就是同一个单元楼里面2户邻居，就像现在很多就是独居的年轻人。然后我俩就是突然上阳台说吹吹风吧，一拉开阳台，哎呦，我在唱歌的时候突然有人接了一句茬儿，我就敲门了。天哪，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完全是一个音乐电影的感觉，通过音乐的节奏律动，我们把2个人的故事都带进去了。还有呢，小曾的表现特别让人觉得惊喜。我突然想起年轻时候的郭富城了。你别说，这个眉宇之间还真的有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往唱跳的方向发展。他们2个的表演，相守相合，非常相得益彰，非常好看，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表演。
再来是我觉得顺熙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前面有很多比较 pose 的状态，其实多了会很油腻，可是他拿捏的刚刚好。我也挺油的，谢谢。就是帅哥要做到帅的刚刚好，这个其实真的很需要学习的。很喜欢"刚刚好"这个词，谢谢，我会继续努力。好，接下来我们听听建英团各位老师就刚才2位的这个舞台你们的建议。曾舜晞，本来对你其实没什么感觉，看完这个舞台，我开始对你有点不爽。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帅啊？哇，谢谢，吓我一跳。真的，刚刚那个感觉其实真的蛮有国际范的。然后唱的，说实话没有什么大问题，无非就是气息的衔接。但是这个我觉得瑕不掩瑜。然后聊一聊张靓颖老师在竞技系上，我觉得这首歌对于声音的东西，可能被这首歌本身的天花板给限制住了。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各方面都很好，但是论到对于音乐的竞技性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撼动不了今天我心目中的最好的舞台。那么我就想问了，怎么会挑这一首歌呢？没有，我是这样想的，就是竞技确实是在舞台上，特别是在音综的舞台上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不想把竞技作为一个绝对唯一的标准，只有输赢的概念。专业的人士或者是更了解音乐的人，我们可以多分析，多跟大家分享，让大家感受到更多音乐的美好。但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觉得我们需要营养均衡。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它需要不同的方向都有对比，你放在一起，它才是一场盛宴。所以我也不是说我以后就不去挑战，只是说偶尔放一首不那么挑战的，让大家轻松一下。我也不需要每一次都是正餐，对吧？大气。现场合议给出结果，目前的待定金曲依然是《袖手旁观》。来，光光，你说选哪个？我觉得《袖手旁观》更好。听到了吧？我们是公平投票的啊。好，请继续。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决定，本轮待定金曲为孙楠、张信哲《袖手旁观》。让我们继续恭喜《袖手旁观》，谢谢。也要感谢曾舜晞，谢谢张靓颖，谢谢，谢谢。好难打败的《袖手旁观》啊！哇，你们俩这个组合真的是王炸了啊，了不得！但接下来还要面对我们最后一轮的挑战，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杨丞琳、黄子弘凡。这次这个歌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对当时我唱的时候跟你的年纪差不多。哦。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讲一段逝去的情感的遗憾，而且我觉得这个感情它不一定必须要设定在爱情上面。这个歌可能我有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因为我从甘肃兰州长大，但是我后来去到四川，小的时候的发小，慢慢就变得陌生了。假期我回去，我又想尝试去重新建立起这份关系的时候，就发现他把我删了。对，啊，这个不仅仅是遗憾了，就有一种跟缘分已尽的那种。是。我其实也有过很多不同的友谊，而且我普遍是很努力的那一方，我就受很多伤啊。对，而且我是一次次的，就是都没有学乖。那好难受，很难受啊！但是没办法，就是改不掉。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会想到很多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然后也会觉得，这个遗憾是我们必经的路，我们还是得接受这个温柔的课题。对。
坦白说，虽然这是我的歌，我也唱了好多遍，但是我觉得跟黄子一起搭，其实会让这个情绪堆得更满，比一个人唱的时候还要更浓厚。期待我们一起创造一个新的匿名的好友。读诵混合茉莉的风，回忆里被爱那股悸动，天色好红，温柔好浓，在胸口浮现你的脸容，一起活在这城市迷宫，提起你名字，心还跳动，却没重逢，只有相逢却又不敢碰的那种激动。也许我们当时年纪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该怎么说让彼此选择，但思念还转动。不能握的手，从此匿名的朋友，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与你无关，泪自行吸收。不能握的手，却比情人更今后，但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只有失去的温柔最温柔。当又一次美梦落空，回忆里被爱那股悸动，天色好红，温柔好浓，在胸口浮现你的脸容。也许我们当时年纪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那是什么让彼此选择，又不仅是尊重。不能握的手，从此匿名的碰头，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与你无关，泪自行吸收。不能握的手，却比情人更今后，但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只有失去的温柔最温柔。不能握的手，从此匿名的朋友，只是我的执着依然执着，却决心和你不再联络。不能握的手，却比爱人更沉重。当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只有失去的拥有最永久。大家知道这首歌本身就是陈琳自己的哈。对，其实他当时也是我自己的戏的 OST。这
首歌在讲的东西是遗憾，但是他用很美的状态跟非常成全的一个方式去呈现这个遗憾。这个舞台一开始我们两个是背靠背，然后我们去到了2个方向，其实就有点像可能很了解彼此的人，很重要的对方，但是站在了时空的2个对面。其实我们虽然在舞台上好像都在一个空间，但其实我们时空是不一样的。对，我等于是在感到遗憾，当时的那个人我们没办法一起走下去，那他可能是当下那个少年告诉你说没有关系的。对，他就唱的时候特别像就是当下他现在这个少年，所以就是他会有一个时空跟年龄的差距。真的会有一个时空穿越的感觉。陈琳唱歌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他这一份感情对他来说非常珍贵，但是已经放到他的日记本里面，已经合上了。黄子，我觉得就是他这一份情感，他非常小心翼翼、非常慎重的还攥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就是从他唱第1个主歌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每一个字的处理都是非常非常慎重的。这跟我去年听你唱歌，感觉你又不一样了。而且我觉得2位都是拥有2颗多年不变的灵魂，一直都是满满的属于你们最特有的那一股能量，在这个舞台上我仍然能感受得到。哇，谢谢每一位老师，太厉害了，谢谢。我也看过陈琳姐的好多戏，然后那个时候就哇，怎么可以长得那么漂亮，还会唱歌，然后演戏还那么好？这一版是让我眼前一亮的一版，然后2个人唱的都很小心翼翼，都想把这份爱默默的放在自己的心里，都很克制。我觉得这个克制的刚刚好。哎，我喜欢这个刚刚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建音团老师的建议了。光光，本次匿名的好友舞台数据表现极具爆发力，黄子弘凡人声穿透力数据惊人，高音区稳定度达96%，较其过往作品提升8%，成功将原曲压抑感转化为表现力。杨丞琳作为原唱者，情感还原度与气息控制精度维持99%的顶级水准。2人声线融合度算法评分97%，互补性极强，堪称技术流与情感流的完美数据闭环。不是，他说的有点太好听了，我本来想喷他来着。接受呗，我们就接受。接受说的对，那就是。我想问一下程琳，选择自己的这首原唱歌曲啊，是不是在打一张安全牌呢？是的，老师。没有，其实唱自己的歌反而我觉得不是安全牌。不好唱。这首歌格外的紧张，因为它真的没有出现在一个演唱会或是晚会以外的舞台，更何况所以这是第一次。对，而且还要对唱。我其实已经忘记这首歌它原本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等于要找回这首歌的状态，以及还要知道说这个舞台是谁在演唱，所以它其实是对我来说是有压力，所以我反而把它视为一个挑战。对。那您对今天自己这个挑战，你觉得打多少分呢？我其实从不替自己打分数，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有更好的空间。可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搭档，所以才有让这个舞台让我觉得是有且仅有的一次很好的男女对唱的匿名的好友。好的。黄子刚才在上台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一会儿听什么叫情感表达。”我这一听，行，黄燕姿、红凡现在是。妈呀，太高了，很高啊，这个评价。这我哪接得住？哎呀，谢谢2位大师，谢谢。换气的情感加进去以后啊，确实这种细腻的感觉提升了不少，也是你以前的这个唱歌的时候完全没有的一种东西。这确实是我听到一个惊喜。程琳是这样，不要紧张，因为在这个舞台你可能还会经历更多的点评，然后。这样的环境，越往后走，我觉得你会越来越勇敢。谢谢老师。稍后我们再来公布最终的结果，有请2位落座。接下来马上迎来本季的全新环节——天赐的盲盒。在这个环节，我们将迎来初出茅庐的新生，也会有令人勾起 DNA 的回忆杀，还会有华语乐坛的宝藏歌曲。有请。盲盒歌手，
Hey yo, come back from sitting down. Actually, I never lied. Yo, listen up. 请你不要再迷恋歌，歌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可是我还是要说，你们还要记得我，尽管我还在漂泊。我不曾寂寞，没有你曾陪着我。When everybody says someone's a hero, no one really know the truth about an idol who's inside's pretty lonely and vulnerable, wishing there will be someone who do know. One time he said himself a hero, wants to be there as a role model, everything then life becomes a live show, real time show without any rehearsal. 这个名字也很熟啊。明明是你在乎，却又假装冷酷。我不要一个人散步。我的天，我和你是个前世错误，就让我们把时间停住，回到最初。我喜欢听你说话，看你爱笑的眼睛。我可以装作满不在意，潇洒的酷表情。我用尽全力要把幸福给你，只要你快乐，不要生气，都没关系。我喜欢每天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我可以忍受你对我所有的坏情绪。下一回天气一样都是甜蜜，把我们所有丰富联系变成一种默契。你把右手放在我左肩，轻声对我说了句抱歉。你对我说的那一句爱你还一直回荡在耳边，我对你没有太多的抱怨，只是希望能回到从前。谢谢你给我的一切，我全部都留恋。你把右手放在我左肩，轻声对我说了句抱歉。你对我说的那一句爱你还一直回荡在耳边，我对你没有太多的抱怨，只是希望能回到从前。谢谢你给我的一切，我全部都留恋。我永远得不到你的，躲在镜子里的身材，我进不去，只能关上或打碎点燃。你介意华丽的伪装，长刺探进我的心脏，求的原谅，毒药蜜糖。你就是海海海，我游荡在你心外，你就是海海海，沉沦就无法生还。你就像海海海，多雨有风云变幻神的心幻，执迷人玩。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来到天赐舞台的每位盲盒歌手。大家好，我是阿强。
我最近就是在写歌、做歌，然后就不发歌。为什么不发歌呢？据我的了解哈，就是现在光是在国内每一天在音乐平台上上线的音乐作品就有上万首，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可能就不太敢去发，我怕歌可能就石沉大海。所以如果你这样的心态的话，永远发不了歌，那怎么办？对呀，你说的对。对，来到咱们天赐的声音，我说不定我的机会就来了，我的好运就来了。也是让更多人看到优秀的歌手。大家好，我叫陈旭。刚才大家听到那首歌只是个传说，是我的退圈歌曲。我已经15年没有唱过歌了。啊？那你这15年来，你在做些什么呢？我现在咱们国家的司法鉴定中心做古董司法鉴定的专家。然后也在北大资源学院的文物学院当实训导师，当老师教古董鉴定。大家好，我叫何曼婷。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在我当时发歌的那个年代，我其实对我自己的歌对大家的影响是比较模糊的。直到我后来长大了之后，大家说啊，你的歌小时候爆过我，我才意识到哦，原来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因为听我的歌有一段青春记忆停在那个时候。虽然这个幸福来得晚了一些，但是你也知道你的歌曾经给人幸福过。是的。大家好，我是安苏雨。左肩这首歌呢，对我的意义就是800。就这首歌你赚了800块钱？对，我这首歌卖了800块钱。之后所有的就跟你没关系了。对，我还倒贴了200多块钱的回音。就只有600。其实我之前也有一些作品，就是上过咱们天赐。哦哟，比如说说看。比如说那个清空。还有一首歌第57次取消发送。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在那个年代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音乐上的快乐。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歌手，因为那个时代我们也共同经历过哈。我想问一下郑亮，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些小出格的一些行为呢？应该有吧，那个各种的这个叫什么杀马特造型啊那种。记得突围赛的时候，我们拍一个宣传片。造型那个时候就非常的非主流，而且我们是在一个工地上拍的，那个工地上面还有那个什么推土机呀什么的，在那儿，反正就是又什么骑上摩托啊，截刘海一吹啊那种感觉，必须得半边呢。那个时候我是头发不太长，所以没有羡慕那种有刘海下来的那种。综艺有吗？我的那会儿就喜欢用那种火星文。我记得我的空间名字叫“京津的平凡宫殿”。哎呦！然后那个的字儿一定不能是这个正儿八经的的，要不然就是那种符号，要不然就是一个拼音，就是让你看懂了，好像是这么个字儿，但又不像。我们现在的话题聊的现场00后一脸懵哈。但这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岁月。当我们想起它，是因为什么？某一首歌，某一个音符，又帮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匣子。所以我们要再次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歌手，谢谢你们，谢谢，祝你们未来的道路一帆风顺，感谢你们。好了，各位，现在有2首歌，目前我们的待定金曲依然是由阿哲老师和孙楠老师带来的《袖手旁观》。交给我们的建音团，请现场合意给出本期的推荐金曲。精英声音鉴赏团一致合意，我宣布本期金曲为《袖手旁观》，来自于孙楠、张信哲。一路金曲杀到底，让我们全场报以热情的掌声，送给张信哲、孙楠。袖手旁观，有请2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接下来进入东阳光鲜虫草金曲荣耀时刻。
有请2位。恭喜张信哲、孙楠袖手旁观，获得本期金曲。接下来，请接受来自东阳光鲜虫草的3重荣耀加冕，日照金山礼盒致敬天赐之声。金色唱片刻录永恒的天赐之声，以及这一枚内置了原声高光片段的鲜生荣耀 AI 勋章。正如我们东阳光冻干鲜虫草锁住每一份鲜活营养，这一刻的高光也将被我们永远珍藏。荣耀定格，掌声再起。这首歌我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在10几年前我去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当时我选中了这首歌，但一个朋友说：“梁哥，我想唱这首歌，你不可以让给我唱？”所以呢，我把这首歌就让给我那个朋友唱。这次终于有机会能够跟哲哥一起来完成这首歌，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也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让我感受到，只要坚持一定有收获。对，所以感谢大家喜欢这首歌，也感谢哲哥跟我一起完成这首歌。再次欢呼声送给2位。上 Z 世界 APP 看天赐独家直拍，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还有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们。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Z 世界、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哔哩哔哩，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节目播出当天，我们也在微博发起了选择你的天赐本命舞台金曲投票活动。每期的舞台呢，都会在微博上线，等待大家助力，成为本期节目话题。天赐的声音限定 BGM。现在上微博搜索天赐的声音，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投票页面，解锁 Top One 金曲独家福利。欢迎各位音乐合伙人。耶！我叫黄子弘凡。哦，我是岳云鹏，岳云鹏作为非专业、纯跨界的相声演员，演唱会的最高票价超过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专业歌手。我能嫁给你吗？你太会聊了。我只能说光光不说人话。